过年去女朋友家定亲，他爸坐地起价，彩礼从28万涨到66万，还要给他弟买一套房子。我爸去借钱的路上出车祸了，女朋友家在医院大闹，不肯让我交医疗费，甚至说这应该是他们家的钱。于是我在结婚那天给他们家送去了花圈，婚礼现场变葬礼。今年过年，我提着大包小包去女朋友家拜访，顺便把婚事定一下。本来去年年底我们两家就谈得差不多了，28万的彩礼也在几个月前就打过去了，所以我以为这次事情会办得很顺利。可哪里想到，这28万只是他家的开胃菜。山路不好走，我开了6个小时的车才到的他家。开门的瞬间，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射过来，客厅里坐的全是人。瑶瑶一个个介绍，都是他的7大姑8大姨。我挨个打招呼，但他们的目光几乎集中在我带的礼物上。不知道谁说了一句方言，人群一下子轰地笑开了。我一头雾水，扭头看到瑶瑶的脸色已经涨红了。难道是嫌礼物太小气了吗？我带了2瓶茅台，2条中华2盒上好的茶叶，还有一双买给小舅子的 AJ， 加起来都上万了，不至于落到被嘲笑的地步吧？我用眼神问询瑶瑶，她没有理我。这时他爸来了，我赶紧打招呼，叔叔好。他爸嗯了一声，也是第一时间看向我的礼物。我立马递了上去，他没接，只往旁边的角落努努嘴巴，示意我放那里。看来真是礼物的问题，我心里发毛。这时有一个亲戚说，小伙子，听瑶瑶说你工资不错呀，怎么就带这点？我女婿上门的时候没个金手镯我都不让他进门，来的时候看到这个村子4野都是荒地，却没想到攀比之风这么严重。我尴尬一笑，说3金我家已经买好了，结婚的时候就送过来。那你彩礼给多少啊？20。我刚准备回答，瑶瑶爸爸打断了我，指着沙发上的空位说，你坐那里去。我坐在一群阿姨中间，他们说的方言我一句都听不懂，人群中时不时传来的嬉笑声更是让我心里越来越没底。瑶瑶就站在我对面，没有跟过来的意思，低着头刷手机。昨天我和她开玩笑，都说岳父看女婿越看越讨厌，到时候你爸把我揍了怎么办？她还笑着说，净胡说，我爸又不会把你吃了。没想到今天一语成谶，既然你人都过来了，我也就开门见山了。他爸板着个脸说，这个婚事呢，我不同意。我说，怎么了叔叔，咱们两家之前不是聊得好好的？他爸哼了一声，你还好意思说这个？你们家骗得我好苦啊！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家哪里骗您了？你们家的情况我都调查清楚了，你1个月工资2万，你父母开超市，1个月也有1万5的利润，家里有3套房子，对吧？我点点头。那你家就给28万彩礼，说得过去吗？几个亲戚夸张地笑出了声。我说，您要是觉得彩礼少了，可以商量的，您说个数。他爸比了个手势，66万，少1分不行，另外还有改口费8万8，大小宴10万，亲戚红包每个人8800。你小舅子年纪也不小了，马上也要结婚了，你在省会准备个房子，不用很大，90平就差不多了，然后给安排个工作。我看了一眼窝在角落打游戏的准小舅子，说他的事情也要我管。他爸眼睛一瞪，你看你说的什么话？自家人还能不帮自家人？这以后不也是你弟弟？我忽然感觉很梦幻，仔细盯着他的脸，以为他下一秒会忽然大笑说，哈哈，和你开个玩笑。但是没有，他爸掰着手指头和我算了笔账，彩礼加酒席90多万，省会一套房子也就150万，加起来240万，大概是你家资产的1/2，用1半的钱换个媳妇，很划算。我说，叔叔，话不是这么说的，我家3套房子，1套是农村的宅基地，根本不值钱，1套是我爸妈现在住的老破小，现在是涨价了，可是我家是刚需，总不能把这套卖了吧？第3套你也知道，就是我和瑶瑶的婚房，当初听您的，在市中心全款买了1套，已经几乎花光了我和我爸妈的所有积蓄。他爸打断了我，你的意思就是这钱你不打算给？我说，实在要得太多了，您能不能降一点？你觉得多？他爸忽然一拍桌子，瑶瑶可是大学生，去年我们村里一个大专的结婚，彩礼都要了50万，你就给28万，你让我老脸往哪放？我知道你家底，你爸妈就你一个儿子，不为你付出为谁？把他们现在住的房子卖掉，还能回老家住吗？又不是会睡在大街上。我也有了火气，您考虑过农村的医疗条件吗？我爸妈年纪也不小了，万一有啥事情，往城里送来得及吗？你就是说我家瑶瑶不配喽？我觉得她简直不可理喻，又不想和她吵架。瑶瑶还在玩手机，好像对这一切漠不关心。我叫了她2声，她都没理我。于是我按灭了她屏幕，她才终于肯正视我。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问。她眼神躲闪。我也不知道。亲戚们七嘴八舌地说，小伙子，谁家娶个媳妇不要倾家荡产？新闻上都说现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，小伙子，现在能娶到个媳妇就不错了，
66万你还觉得多？就瑶瑶这条件，88万都有大把的人抢着要。他爸越来越得意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原来这就是场鸿门宴，等着我钻呢。我说，您的话我一定带到，我现在就回去和爸妈商量一下。他爸高声说，慢走，不送。快出门的时候，我故意停顿了一会，我以为瑶瑶至少会出来送送我，但是他没有。天已经黑透了，开了6个小时车，他家一口水都没给我倒。我憋了一肚子火，开到镇上找了一个旅馆住下，然后给爸妈打视频说了这事。爸妈沉默了很久。我说，他们家狮子大开口，是不是根本就没有结婚的打算？我爸说，哎，人家就一个女儿，多要点彩礼也是想多点保障嘛。我知道他言不由心，他主要是怕我退婚。我爸妈都是非常传统的人，十分盼望着我能成家立业。我还是单身时，他们看见小孩子就走不动路，一边摸小朋友的脸蛋，一边和我疯狂明示，我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，这辈子就算圆满了。我和瑶瑶在一起后，他们又多了一个新的娱乐活动，比赛织毛衣。婚事八字还没一撇，他们未来孙子女的冬装已经堆满了小半个衣柜。在催生这方面，二老唯一有分歧地方就是，我爸想要一个孙女，我妈想要孙子，最后耗费2秒达成一致，孙子和孙女可以兼得，所以我任重而道远。现在看来，这项任务光是启动就要花费不少功夫。爸，这是一点吗？250万啊，还要帮他弟弟买房子。我说，这不是拿我家当肥羊仔吗？我妈叹了口气，说，其实我和你爸也早就想回乡下养老了，这套房子卖了也不是不行。妈，你胡说什么啊？老家那荒郊野岭的，你要是出了什么事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你想让我后悔一辈子吗？小江，瑶瑶是个好孩子，要是因为钱错过了，就太可惜了。我爸说，钱什么时候都可以挣，但人没了，就真的找不到了。彩礼的事情呢，我们一家人再努力，你也和他家说说，看能不能降一点，或者弄个分期。半夜我睡不着，点开和瑶瑶的聊天框，打了一大段话，又逐个地删去。今天他事不关己的态度让我有些生气，但转念一想，对方毕竟是他的父母，换作是我，一时之间也很难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刚好瑶瑶也给我谈了视频，他那边黑漆漆的，应该是躲在角落里打的。你到家了吗？他问。今天的事情真的很不愉快。我说，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怎么突然涨价？我们这边都是这个样子啊。他说，而且我们又不是没有赔价。赔什么？被子啊，枕头啊，这些。我一阵无语。你觉得这样公平吗？他忽然哭了。我爸妈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啊，等我嫁过去了，我就是你们陈家的人了，人都给你了，你还想要什么？他哭声让我心软了。我想起疫情刚开始的那段时间，我开的工作室倒闭了，发完员工工资还倒欠20多万。那阵子真是万念俱灰，我整天打游戏、看电视、吃垃圾食品，结果就得了急性胃病，又不敢去医院，在家疼得死去活来。是瑶瑶过来照顾我的1日3餐，陪我说话，晚上还帮我揉肚子，边揉边唱歌哄我睡觉。有一天我半夜起来去上厕所，她趴在我身上睡觉，没醒，却下意识地抱紧我说，没事没事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握住她温热的小手，当时就只有一个念头，这个女孩我一定要娶回家。我说，好啦，你别哭了，这种事情总可以商量的嘛。她抽抽噎噎地说，那你还会娶我吗？我说，会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又去了她家，66万就66万，就当多了一个房贷，时间给宽限一点，4、5年里还清没问题。只是他弟弟的事情我不可能答应，有手有脚的，怎么就不能自己挣？其实瑶瑶是被家里人扑饿惯了，重男轻女的思想已经深入骨髓，以至于他爸把他明码标价时，他都没有感到丝毫的不快，反而觉得理所应当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爸妈都很疼他，我有信心把他拽出这个泥潭，然后给他一个正常又温馨的家庭环境。他们一家人都在吃早饭，看到我，他爸眼皮都懒得抬。叔叔，昨天的事情我们家人商量了一下。哦，现在突然拿出90万，实在有些困难。你别跟我哭穷，你家的情况我清清楚楚，我忍下火气。那您看这样行不行？9系3金和红包，我找发小朋友借一下，几天就能凑齐。彩礼的钱呢？现在没有。没钱你还想娶我姐？他弟弟叫道，你说话要不要脸？他爸也跟着吼道，一大早上就拿我寻开心。快滚，我没说不给啊，只是想分个期，可以签个合同，5年付清，每年给12万1200。我说，我现在全身上下就剩不到5000块，实在是没钱了。他爸脸色缓和了一些，这样也可以，不过要加5万块钱利息，还有你小舅子的事情。他的房子我不可能买。我说，我们两家是结亲，又不是买卖人口，我和瑶瑶会经常回来看望您二老，更何况他又不是残废，怎么就要我家养？他弟弟冲过来，红着眼睛叫道，
你他妈说谁残废？他爸把我带的东西往外一扔，那就滚吧。我冷笑着说，反正我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，看来你们是没结婚的打算，那我也就不纠缠了。他爸脸色一变，你想悔婚？我说，我自认已经拿出了足够的诚意，但你家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提这些无理的要求，是个正常人都会生气吧？他弟弟狠推了我一把，娶不起就滚。我一个不设防，跌倒在地，刚准备爬起来还击，瑶瑶过来拉住了我。我都做到这个程度了，为什么你家人还要步步紧逼呢？我说。他说，现在别说这个了，你快走吧。一瞬间，我感觉自己被一道雷劈中了，整个人晕晕乎乎的。眼前这个女孩还是我认识的瑶瑶吗？这时手机响了起来，我接通，听到妈妈的哭嚎，你快回来，你爸进医院了。医院，下午3点。我在急诊室门口看到我妈低着头在椅子上缩成一团，肩膀不断抖动。妈，我握住她冰凉的双手。我爸怎么了？她抬头看见是我，瞬间哭开了。你爸今天一大早就去找你张叔叔借钱，雾气太大，看不清路，一下撞到桥墩上了，车头都撞瘪了。我赶紧说，有没有事啊？医生怎么说？不知道啊，医生到现在都没出来，你爸都抢救1上午了。妈妈哭红了双眼。儿子啊，你爸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怎么办呀？我说，不会的，爸爸不可能有事的，您还有我呢，我怎么可能不管您呢？我不无怒气地瞪了瑶瑶爸爸一眼。他家人听说我爸出事了，也跟着过来了。刚开始我还以为他们是关心我爸，心里还暖暖的，可他接下来的话直接打破了我的幻想。你说亲家公也是的，钱什么时候都可以借，怎么偏挑这个时候？我再也忍不住了，要不是你家坐地起价，我爸能去借钱？不去借钱能出这事？我吼道，要是我爸真有个万一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哎，你这话说的，你爸车祸能怪我？我拿枪逼着他出去了。他爸说到底还不是舍不得卖掉那套房子，家里就一个孩子，还这么小气，真想不明白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差点忍不住要给他一巴掌。医生出来了，病人的情况不太乐观，后面还要动个手术。你们都是他家属吧？现在有2种方案，你们都听一下。他说他肋骨和双手都断了，小腿胫骨粉碎性骨折，碎得太厉害了。第一种方案就是用医用钛合金骨架替换掉那根碎掉的胫骨，成功率高，一般也没什么后遗症，就是价格贵，要准备个18万左右。当然，后续如果恢复的比较好，也能省点钱。第二种方案就是常规的手术治疗，把病人碎掉的骨头用钢钉固定，然后等慢慢长好。这种方案治疗周期长，病人也要受点罪，比如阴雨天腿疼，半年到1年时间里不能干体力活之类的。考虑到他年纪也不小了，后续还可能有后遗症，但是会便宜很多，有医保报销的话，最多7、8千就能治好。第一种，医生用第一种。我说，请您一定要治好我爸，不管要多少钱，我都会想办法。医生点点头说，那行，你们先去缴费，过会我们来确定一下治疗步骤。医生走后，我朝瑶瑶伸手，先把钱还我，我去缴费，我爸不能有事。瑶瑶后退一步，钱不在我这。于是我扭头问他爸，钱？他爸说走得急，没带银行卡，那就支付宝转账，微信转我也行。我拿出手机，等钱到账。他爸却皱着眉，动也不动。我知道你现在急着用钱，可是这个钱呢，是你送给瑶瑶的彩礼钱，已经是我们家的了。他爸说，你要用也可以，打个借条。他弟弟去办公室借来纸笔，递给我，利息也不收多，1年2分利就行，你看怎么样？我接过纸，揉成一团，按着他的脑袋塞进他嘴里。我嫌你妈，他弟弟一拳头挥了过来，我闪身躲过，一脚踹他腰上，当场把他踹趴下了。医院乱成一团，妈妈抱住我说，小江，你可不能再出事了。我坐在医院的楼道里喘了好久的粗气，胸口翻涌着熊熊烈火，太阳穴也突突的跳。活了27年，第一次这么想杀人。当务之急还是先治好我爸。我在大学室友群里说，我爸住院了，要18万，谁手头有闲钱，麻烦借我一点，我肯定还。没过多久，支付宝就发出此起彼伏的转账声，群里的消息一节一节往外冒。你爸人没事吧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认识一些医生，你那边要是治不好，就给我打电话，我接你们过来。我先给你2万5，晚上下班再问媳妇要一点。儿子你别急，你爹我手上还有点钱。卧槽，新鲜事啊！陈江跟我们说，麻烦，这么有礼貌，我还有点不适应。眼前一下子就迷糊了，我刚打出谢谢，又删掉，换成这件事过后，我请儿子们喝酒，然后他们开始疯狂报菜单。这时手机又响了，是我发小打来的电话。我爸说，你妈在到处借钱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？我说，我爸出了车祸，钱已经借到了。还真出事了？你也不和我说？他说，我已经到医院门口了，等着啊，我马上就上来。08一见面，发小就捶了我一下。
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都不告诉我，有没有拿我当兄弟？他掏出一张银行卡，我爸给了我15万，我也往里赚了15万，一共30万，够不够？我摆摆手说，已经借到了。你那项目不是刚起步吗？要不少启动资金吧？那也不缺这点，拿着。我没接，瑶瑶爸爸反而眼睛一亮，有这30万，摆酒席的钱不就够了吗？他伸手去拿，发小眼睛一瞪，你他妈谁啊？我是他老丈人。发小用眼神询问我，我摇摇头，不认识。他爸急了，你什么意思？发小说，什么意思？我兄弟说不认识你，别来沾边，听到没有？瑶瑶这时过来拉我的手，我甩开了。我带着妈妈去楼下缴费，走到一半回头看，白晃晃的灯光下，一家人面无表情地看着我，他们的长长的影子纠缠在一起，像一盘伺机而动的蛇。第二天晚上，我爸才醒过来，昔日健步如飞的小老头，现在连说话都断断续续。我妈看着难受，喂他喝水时，眼泪吧嗒吧嗒掉。我爸挤眉弄眼的做鬼脸逗他笑。我妈说，你这个样子了，还有心情开玩笑？我什么样子？儿子，让我看看我现在什么样子。我打开手机摄像头，他眯眼看一会，说，嘿，怎么把我包的和粽子似的？里面的馅放的是甜的还是咸的？我妈破涕为笑，我爸也跟着笑，一笑就牵动到了伤口，直咳嗽。我帮他掖好被子，扭头看到瑶瑶拎着果篮站在门口。你来干什么？我说，臭小子，怎么说话的？我爸不明就里，热情地对他说，丫头来看叔叔了，快坐。说着瞪了我一眼，我起身给瑶瑶让位。瑶瑶和他寒暄了一会儿，说，叔叔，我有些话想和陈江说，我们可以先回家吗？我妈说，行，你们先回去吧，今晚我来守床。我说，妈，你昨天就睡了3个小时，还是我来吧？有什么话你就在这里说。瑶瑶做出为难的样子。我爸说，让你回家就回家，我能有什么事？好着呢。都回去，都回去。最后我妈还是留了下来。我带着瑶瑶去了新房。你有什么事？她低着头说，还是彩礼的事情。我说，昨天你家做的有多过分，你没看见吗？我爸还没醒过来，他竟然让我打欠条。我一说就上火，我大学室友一句话就把钱送了过来。你家人花我的钱还要加利息，你自己说说这像话吗？他半晌没说话，忽然抹了一把眼睛，抬头看我的时候，脸上已经满是泪痕。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们家，我父母都是农村人，我3本大学生，我弟中专都没读完就不读了。我什么时候看不起？出生在这样的家庭，我也没有选择呀。如果有选择，谁愿意低人一等？谁愿意被人戳着脊梁骨骂卖女儿？他哭着说，可这就是我的命运，我没有办法。如果我不带点彩礼回去，我弟就娶不到老婆，我爸妈在村里就抬不起头。你要是因为钱和我分手也可以，我回去就让他们把钱还给你。你可以看不起我，但请你尊重一下我爸妈，再怎么说也是他们把我养大的。我沉默，他忽然抱住了我，再让我抱最后一次吧。他说以后就再也抱不到了。他湿热的眼泪流进我的脖子里，身体微微颤抖，像一只即将被遗弃的小猫。我又想起了那个夜晚，他揉着我的肚子说，没事没事，一切都会变好的。我摸摸他的脸，柔声道，都哭成花脸猫了，去洗一下。他轻轻拍了我一下，娇嗔道，你敢嫌弃我？然后抱着衣服洗澡去了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回想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是啊，出生在这样的家庭，他也没有选择。不是说好了要把他拉出来的吗？陈江，你这就知难而退了。正自责，他的手机响了一下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忽然非常想看那条微信。他还在洗澡，我摸出他的手机，我用密码打开了他的手机。搞定他了吗？备注张鹏。往上滑，只有寥寥几行聊天记录，都是最近几天的。11月8日晚9点，张鹏，他今晚在家吗？在加班。那我过来了。你又想干坏事？嘿嘿。12月13日，张鹏，彩礼要到了吗？要到了。你真能干。彩礼真的算女方个人财产吗？离婚了他也拿不走。放心，我都问过律师了。那就好，他家底厚，我要多要一点。昨天瑶瑶她好像生气了，你去哄一哄，哭一哭。你不是说她最容易心软了吗？对，她很心软，不像你，心硬的像一块石头。我哪里都硬。讨厌我手抖得快握不住手机，脑子像狠狠被人捶了一下，只觉得天旋地转。我把消息标记成未读，然后打开他的相册，相册里没有找到可疑的东西，但是他的云盘开启了自动备份。我在那里翻到了几百张不堪入目的照片和视频，传到我的手机上。进度条读码的时候，我才回过一点神。这张是2月17号晚上拍的，当时我在干嘛呢？应该是在加班，为了挣彩礼钱，而他们就赤身裸体的在我床上滚来滚去。这张是7月9号晚上拍的，
当时我好像是在陪客户，甲方拼命灌我酒，我肠胃本来就不好，也只能忍着去厕所里吐，而他们搂在一起，坐在我的沙发上看电视。水声停了，我把手机放了回去。瑶瑶出来放衣服，小脸被蒸得发红。这张脸我看了3年，现在却忽然觉得陌生。你看什么呢？她抱着我的手臂撒娇。我说，我都快不认识你了。她撒娇，自己老婆都不认识了。你是不是在想什么坏东西？我没说话，挣开了她的手，披上外套出门。哎，你去哪啊？我去找我发小借点钱，送给你家。我说，你那张卡里的钱急用吗？不急，你要的话先拿去用。要不了30万，我只要28万8。怎么还有零有整的？本来是彩礼钱，现在我要给他们家办葬礼。我又把视频发给了我爸，过了半天才有回复。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。我说好。自从发现他出轨后，我注意到了平时根本不会在意的细节，比如他会在我接近的时候手机下意识的反倾，比如他接电话会躲在厕所接，比如他偷情后会突然对我很好，补偿我。以前我就是对他太信任了，手机随便他查，银行卡随便他刷，去所谓的闺蜜家过夜也只要和我说一声就行。现在我对他已经彻底没了感情，在看他的脸时只会感到一阵厌恶和反胃。我开始陪着他演戏，暗地里调查奸夫的信息，还有他弟弟他爸，一个都跑不掉。有时候演着演着，我的灵魂就会抽离出来，飘到半空中，看2个各怀鬼胎的人在舞台上互相说烂情话。难怪渣男都是感情高手，因为他们从不在乎，不在乎就不会受伤。大年初5，我又一次登门拜访，他弟怒气冲冲地堵在门口，看样子是准备跟我干架。我换上一副笑脸说，小舅子，上次在医院的事情对不起哈，姐夫给你赔罪，这是给你的苹果14，看看喜不喜欢。他弟一下子愣住了，伸手接过手机盒，说一家人有点摩擦也正常。他爸本来躲在厨房观察，现在也走了出来，又摆出封建奴隶主的嘴脸，知道错了就好，但是你上次做的事情让我很生气。我说，爸，我这不是来道歉了吗？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彩礼再加1倍。真的？怎么能是假的呢？我说，现在就能写借据。他弟马上找来纸笔，我趴在桌子上就写，只不过标明了供结婚使用。我又不打算结婚，彩礼翻10倍我都不在乎。他爸拿起来看了2遍，笑得嘴角都要挂到耳边去了，皱巴巴的老脸像一朵盛放的菊花。你怎么？他弟犹犹豫豫地说，忽然想开了。我说，这都是瑶瑶的功劳。这些天呢，我也想明白了，在医院动手确实是我不对。既然以后都是一家人，不如就早点道歉，早点把结解开，免得见面心里都有疙瘩。而且我爸妈那边也催婚催得急，他们都很喜欢瑶瑶，就想早点让我把瑶瑶娶回家。瑶瑶脸上露出赞许的神色，瞥了他爸一眼，好像在邀功，说他把我洗脑洗得彻底。他弟悄悄地竖起了大拇指。我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们一家人眉来眼去。很快他爸就高兴地说，想明白了就好，开这么久的车，饿了吧？快来吃2口。酒过3巡，我又说，小舅子工作的事情也有眉目了，我有个朋友开公司的，正好缺个领导，平时呢坐办公室喝喝茶开会就行，工作都是手底下员工做。这个岗位吧，工作不累，但是接触的信息多，我朋友不放心外人干，所以就一直空着。小舅子肯定没问题，都是一家人，我朋友肯定信得过。他弟急不可耐地说，1个月能拿多少钱？我说，也不是特别多，万把块钱吧，年终奖7、8万，季度奖金另算，有个5、6万的样子。他弟几乎跳起来，真的？他爸咳嗽了一声，瞪他一眼，装腔拿调地说，这条件也就一般吧，本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年薪60多万的活，年后就上班，但是既然你开口了，那我肯定要给你这个面子。我心说，就这种挑粪都能撒一身的人，还年薪60万，也就等他死了，能烧这么多给他。我笑，另外房子我也找好了，市中心的一个大平层，200多平方，坐北朝南，南北通透，左边是学区，右边是商圈，出门办事都挺方便。但是吧，我故意停下不说了。他们一家人都等我张口，3双眼睛放射出阴森森的寒光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难处吗？他爸说，就是我手头实在有点紧，周围朋友都借遍了，也才凑到30万。这个钱要是当彩礼的话，小舅子的房子就要多等一会了。先去买房子，他爸当机立断，他姐的事可以往后放一放，先解决他弟的事。我扫了一眼瑶瑶，他面无表情，看不出喜怒。我说，那行，事不宜迟，今晚就跟我回去，明天去售楼处把首付的手续办了。那房子要抢的人可多了。第2天早上5点多，他弟就把我摇醒了。姐夫，现在能去吗？我扫了一眼闹钟说，这才几点，人家还没上班呢。啊？我昨晚一晚上没睡。你不睡觉干嘛？太兴奋了，睡不着吗？我翻了个身子，
以后有的是你开心的时候。9点，我带着他来到了售楼处，联系中介过来看房。不得不说，这套大平层确实好看，阳光照进来的时候，一地都是金灰，看得我都心动了。他弟在房间里钻来钻去，要不是有外人在，估计他都要翻跟头。然后我们就去办手续。现在房子不好卖，很多房产商都有1万首付的政策，就是先付1万块，等3个月后再补齐首付款，最后再照常按揭。这套房子首付要70万，以后每个月还2万，还不上的话，银行会出手的。房本写的又是他弟一个人的名字，等3个月后，我把他家联系方式一拉黑，直接坐上观众席看笑话。他弟哪里知道这里面的弯弯绕绕，填资料的时候还一个劲的感谢我。中介也很开心，手续办齐，还给我塞了一把糖，新年快乐呀，哥。我说我现在确实挺快乐的。他弟的事情处理好后，我开始着手对付张鹏。没想到他弟没打招呼就把他女朋友接了过来，吃我的用我的，晚上还在客厅里唱土味嗨歌。我也没生气，他要什么给什么。他有意在女友面前卖弄，1周就花了我2万。在找我要钱的时候，我手一摊，没了。他说我姐说你家挺有钱的，怎么现在就没了？我笑，不都给你买房子了吗？他说那倒也是，那你快去挣一点。我说行，然后关上了房门。2个小时后又赚了1万块钱给他。他眼睛都瞪大了，就这么一会你就赚到1万了？你干什么了？我说运气比较好，你不用管这个，拿着就行。晚上他蹑手蹑脚地摸进我书房，我电脑故意没设密码，一打开它就能在浏览记录里看见网赌界面。我当然不可能碰这些东西，10赌9骗1死，这个局根本不用我来做，只要他敢注册账号，那头就有的是办法把他家产吃光。我看着他脸上跃动的红光，暗暗冷笑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投。接下来的1周，他继续花天酒地，出手一次比一次阔绰。忽然有一天，他灰头土脸地找到我，问我口袋还有没有钱。我马上就知道那边收网了。你又要钱干嘛？他嗫嚅道，欠了外面一点钱。多少钱？5万。我还没说话，外面有人砸门。开门冲进来一群大汉，为首的纹身壮汉扫了我一眼，拿出小舅子的身份证比对，见不是我，一把把我推开，在房间里面揪出了小舅子。你他妈躲得掉吗？大汉一拳捶在他眼睛上，还钱，今天不给钱，我卸了你胳膊。小舅子鼻涕和口水一起流下来，哭着说，姐夫救我。我掏出一盒烟散给他们，壮汉不接，瞪着我说，你能帮他还？我瞥了一眼地上工成虾米的小舅子，笑着说，老哥，借一步说话吧。他欠了你们多少钱？50万。壮汉掏出一叠借据，算上利息要75万。我看都没看，就说，哥，太少了，我帮你从他们家多榨一点。壮汉都被我整懵了，什么意思？你不是他姐夫吗？我哼了一声，姐夫？他家收了我66万彩礼，然后他姐背着我在外偷吃，这生姐夫我可当不起。我拿出一张银行卡，这张卡里有3万块钱，算我给兄弟们的辛苦费。你们要钱，我要报仇，而且我熟悉他家情况，我们可以合作。壮汉抽着烟，眯着眼睛看我，良久，接过了银行卡。他家在哪我都知道，反正也跑不掉，加个微信。你报仇的事情，回头我们详谈。走到一半，他又回头对我说，兄弟，天下好女孩多的是，也不用为这事太伤心了。我点了点头说，谢谢。要债的人走后，鼻青脸肿的弟弟一把抓住了我，姐夫，你搞定了？我点了点头。你帮我还完了？我冷着脸说，50万，我一下哪里拿得出来？他眼泪又汪出来了。那他们以后是不是还会来啊？我说，他们答应我以后不会来了，这笔钱我也只能慢慢还了。他差点跪下来给我磕头，我以后再也不碰这东西了，谢谢姐夫救命之恩。周末，我带着他们一家回村，奸夫的情况我摸清楚了，和他一个村子的是高中同学，已经结婚了，妻子也是一个村子的，全村有名的泼妇。一路上我都没有说话，暗暗盘算下面这场戏该怎么演。吃饭吃到一半，大家酒酣耳热，气氛正好，我冷不丁的开口，瑶瑶，张鹏是谁？他明显抖了一下，然后不自然地说，不认识啊。我说，不是你高中同学吗？他说，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吧，太久没见，不太记得了。说的什么话？你们上周不是才见面吗？是个人都能听出我的不对劲了。小舅子问，姐夫，怎么了？我把视频往他们的家族群一传，自己看吧。很快，一家人都不说话了。他爸和他弟目瞪口呆，看来也是不知情。瑶瑶怎么回事？我笑着问。他脸色惨白，嘴唇颤抖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我一脚踹翻了桌子，
说话呀，哑巴了。汤汤水水洒了他一身。他们一家人没一个敢和我对视的。他爸疯狂给他弟使眼色。姐夫，消消气，别叫我姐夫。我吼道，我在外面辛辛苦苦挣钱，这对奸夫淫妇背着我滚床单。这个姐夫谁爱当谁当去。他爸跺脚骂道，去把这个男的抓过来，愣着干嘛？还不快去！片刻后，他弟揪着张鹏摔在我面前。他老婆呢？我问。没在家，姐夫。他弟一脚踢在他膝盖，给我姐夫跪下道歉。张鹏还在挣扎，道什么歉？你们干什么？我把手机摔在他面前，他看了，立刻安静了下来。我一拳砸在他脸上，去你妈的！他当场躺在地上，叫道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真怂啊！这时，他爸和他弟也上来帮忙，一个朝着他的肚子猛踢，一个抓起地上的锅往他头上狠狠一灌。这两人如此卖力，倒不是出于内疚，多半是想着我的钱。毕竟那套大平层还要靠我还贷呢。很快，张鹏躺在地上，满嘴的血沫，裸露在外的地方全部青肿。我蹲下去，揪着他的头发说，现在给你两个选择，要么我把这个视频给你老婆发过去。我指着瑶瑶，要么你去打他一顿。张鹏几乎没有犹豫，爬起来就给了他一巴掌，然后掐着他的脖子对他拳打脚踢。他爸和他弟有心上去阻拦，我瞪了一眼，我看谁敢。片刻后，瑶瑶披头散发地跪在地上。张鹏说，哥，你看还要打吗？我说，你挑男人的眼光也不行啊。他的肩膀开始剧烈抖动。我一脚踹在张鹏脸上，滚吧！这场戏才演了一半。我说，我是怎么对你的？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吗？他爬过来抱着我的腿说，对不起。我一时昏了头，满脸都是泪痕。可是这次我不会再心软了。我甩开了他的手，就这样吧，我们好聚好散。他爸急了，拉住我说，别啊，你们要结婚的事情全村都知道了，我面子。小舅子挡在我面前说，姐夫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再去把那男的打一顿，只要你能消气。我冷着脸没说话。他忽然揪着他姐的头发往地上磕，贱人，给我姐夫道歉。贱人，原来这么简单就可以让一家人反目。我忍不住想笑。为了不笑场，我躲进房间，然后重重地关上了门，然后躺在床上刷知乎，有什么好玩的小游戏推荐？太无聊了。他爸还在外面敲门，我说滚。门外马上没了动静。他爸的面子，他弟的房子还能不能有，都在我的一念之间。从现在开始，他们等待的每一秒都是煎熬。其实我心情倒是挺平静的，还给发小发了排位邀请。打了几局，天色已经黑了。我说，你怎么还是这么菜啊？他说，你2杠10的射手也好意思说我？拌了几句嘴，我尿急，出门尿尿。一开门，瑶瑶就跪在门口，不知道跪了几个小时。他爸和他弟看到我出来，马上围了过来，一口一个女婿姐夫的叫。我说，别这么叫，我们以后见面还是朋友。他俩急得汗都要下来了，就差跪下来给我磕头。瑶瑶站起来，拽着我的袖子说，要不你打我一顿吧，怎么打我都行。我忽然觉得很可悲，在一起这3年，我毫无保留地去爱着他，从未动过他一根手指头，以至于他爸坐地起价时，我第一时间想的还是他的处境。现在他哭也好，闹也好，再也不能让我的心湖泛起一丝涟漪。原来心死是这种感觉。我沉默着挣脱了，碰到他我都嫌脏。他弟又过来打他，谁让你起来的？接着跪。我看了眼手机，马上9点钟了，差不多要睡觉了。这几年熬夜熬得厉害，医生说我的肝已经在强烈抗议了，可不能因为这家人再让我的心肝宝贝受伤。行了，我说。3个人马上停下手，满怀希冀地看着我。这个婚也不是不能结。我说，只是这口气我还是没咽下。他爸很上道，马上说，你有什么条件尽管开。酒席啊，亲戚红包这些钱应该不用我给了吧？我说，那是当然，我们出，只要你能来保一下我的面子就行。还要准备28.8万给我妈。这是什么钱？彩礼啊。我说，我爸妈把我养大容易吗？可是哪有女方给男的彩礼？你的意思是不结了是吧？也行。不是，这也太高了吧？哦，你也知道高啊。他沉默。行，不给的话，我现在就把你儿子房工断了。给我给，现在就转过来。我说，确实叫彩礼有点难听，算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吧。我拟了一份协议，签个字，免得到时候结完婚你要回去。款项到账。他爸狠狠瞪了他一眼，说，你这个赔钱货。我笑而不语。结婚当天，我迟到了3个小时，故意是故意的，但真不能怪我。发小拉我打排位，我说赢1局就走，然后连输了3个小时。本来心情就差，他们家人还一直打电话来催，我当场就骂了回去，你催你爹呢？他爸愣了一下，
说咱俩总不能平辈吧。我没好气地说等着。刚到村子，他弟就过来拉车门。我发小说懂不懂规矩啊？不给红包，新郎官能下车？我说就是。他弟塞过来一张50，发小当场就扔了回去。打发乞丐呢？100不够，200滚，500能不能拿出点诚意？1000就这，3000。发小回头看我，我点点头，差不多了。催债老哥该等急了。下了车，我从后备箱拿出花圈原地一架，宾客们议论纷纷，这是干什么？我45度角仰望天空，祭奠我已经死去的爱情。郝碧瑶穿着婚纱，可怜巴巴地看着我，明明再生气，又不敢发火。司仪想赶紧走流程，选择性忽视了我的花圈。在千呼万唤中，我们的新郎官终于出来了哈，看上去也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少年郎。我给他塞了500块钱，嘴巴真甜。继续，他说：“那么请问新郎官，愿不愿意娶你旁边这位美丽的女孩为妻呢？”话筒递到我嘴边，我清了清嗓子，无比真挚地说：“不愿意。”宾客们一下子哗然，他爸脸都绿了。司仪擦了把汗，新郎官挺爱开玩笑的哈。我接过话筒，重申我要条狗都不要他。郝碧瑶把捧花摔到我身上，一巴掌扇过来。我抓着他的手腕，冷冷地看着他。他爸他弟冲上来要帮他，发小砸碎了一个啤酒瓶，指着他们，我他妈看谁敢上前一步。这时张鹏被人架了出来，双腿在地上拖出了2道血痕，看来是被打断了。他老婆哐哐几步冲过来，一巴掌甩在郝碧瑶脸上，臭婊子，果然是悍妇。我昨晚联系他是对的。看着姐们战斗力不俗，我放心的下台，把舞台留给他。都说农村大席肘子最好吃，我尝了一口，还真不错，软烂入味，弹牙爽滑。现在大家都在看戏，还没人跟我抢。正闷头吃得香，听到刺啦一声，郝碧瑶的婚纱被撕得七零八落，一群年轻人吹起了口哨。我记得这婚纱也是租的，得，他家又欠一笔债。他爸火急火燎地跑过来，问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说这才哪个哪啊，然后给催债老哥发微信，哥，到你了。很快，一大群人高马大的汉子就冲了进来。他弟一看，脸都白了，躲在他爸后面救我。他爸不明就里，眼睁睁地看着大汉们把他儿子按在桌子上，往嘴里灌油。他弟一挣扎，把我一盘肘子都霍霍了。我心情一下子没了，一脚跺在他胸口。靠，你还我肘子！他爸看宝贝儿子被这么欺负，当时眼睛就红了，撸起袖子要拼命。可是哪里干得过？老东西，你儿子欠了我们130万，快还钱！我问旁边一个兄弟，怎么又涨了？嗨，又赌了呗。哦，狗改不了吃屎。厚厚一沓借据看得他爸脸色发白。你把我杀了也还不起啊！我富有孝心的小舅子跪在地上磕头，爸，求求你想想办法，不然他们真的会把我杀了。他爸环视一周，最终把目光锁定在我身上，能不能求求你？你谁啊？我说我们有关系吗？你和瑶瑶毕竟结婚了，又没领结婚证。可是你明明都答应了，我现在反悔了不行吗？你出尔反尔，我乐了。原来你也知道出尔反尔是不对的呀。他弟女朋友一家是同村的，就在旁边看着。此时也知道这家人永远翻不了身了。他弟准岳母马上翻脸，你这种人还敢勾搭我女儿？我呸，从今天开始我们两家再也没关系。他爸真的哭了，亲家母，你30万彩礼都收了，什么彩礼？那明明是……我小声的提醒，精神损失费。对，精神损失费。满地狼藉，宾客尽欢，只有他家一个受伤的成就达成了。我爸出院后，我反手又把郝家告上了法庭，追要我之前的28万彩礼钱。因为郝碧瑶出轨证据确凿，法院很痛快地判我胜诉，追回全部彩礼。他弟因为还不起房贷，征信被拉黑了，进场都没人要，只能打一些零工。他爸为了还这笔赌债，卖了房子，还借了一大笔钱，50多岁了还去工地搬砖。而郝碧瑶在当地的名声已经彻底臭了，全村人拿她当笑话看。听说最后是嫁给了一个大她20多岁的老光棍。几年后的某一天深夜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，对方什么话都没说，一直嗷嗷痛哭。我知道是他，听了10几秒，听烦了，当场拉黑。然后又忍不住想，如果当初他没有出轨，说不定我们真的会结婚，那该是什么样的生活？思潮起伏，辗转难眠。老婆给了我一脚，再乱动，我一脚把你踹床下，不动就不动，好好说话就是，干嘛凶巴巴的？过了一会，他又推了推我，饿了，去给我下碗牛肉面。我说，你不刚刚才吃过吗？他挺了挺肚子，是我想吃吗？明明是你儿子和女儿想吃，你听，他们是不是在说，
妈妈我好饿，让爸爸给我下碗牛肉面，不要香菜，不要辣，多放牛肉少放面。我开灯下床，行吧？我一张嘴也说不过你们3个。他柔情脉脉地道：老公，我看一篇文章说，半夜还能起床给老婆煮东西吃的男人才是最帅的。我说，你净给我画饼，你就给我灌迷魂汤吧。这怎么能是迷魂汤呢？我觉得这个作者说的很对啊。哪个？李云舟，在知乎写小说的那个。你也关注了？净写一些乱七八糟的，不过在无聊的时候看看，也能打发打发时间。